连接。Hello， 嗨。哎呀妈呀，你终于来了！来了，我来了。哎呦，姐姐，嗨。毛宝宝是我们设计师算最年轻的，就拿了金鼎奖，所以他那个衣服啊是从舒适度、方便跳舞、契合主题，我们非常满意，非常好。乐乐也是关系最好的好朋友哦。你看上面的那个就好。好高啊！你敢吗？我要恐高。哎呀，你的意思就今天我们就在这儿是吧？就一层一层上去。我们从第3层。乐乐，你可能第1层你就吓尿了。我自己晕血。走，我们先上去。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冒险的人，因为有段时间我发现朋友圈所有的朋友都在外面冒险，但没有任何朋友邀请我，觉得我是个累赘，所以我很不忿嘛。今天我们要玩年轻人热爱的挑战项目——高空飞。我天！姐，你一会儿上去千万不要怂啊！我不怂的，我玩过，已经开始紧张了。好高啊！哇！你们都没玩过吗？我没玩过。其实是很好玩的。好吓人。对，这边。好的。爸妈敢吗？干。我不敢。好了，我们已经到达了第1个闯关点。我们是直接从几楼开始？我们从3楼开始。这是3楼吗？对。天啊！第1个闯关点，排队依次通过。 Let's go！ 紧张吗？好可怕！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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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胆子大的！哇！哇，好快啊！可以。这是热身啊！对。他不怕的。看看乐乐。乐乐咋了？乐乐肯定怕。Come on！ 乐乐，这才是第1步。走，不要管，看前面，看前面。你们是怎么过去的？恐高的真的不是。对，我也很恐高。你看下面小朋友都在看你，你争气一点。别怕。喂！好了，我把他拉过来。我来了。天哪，走神了！这个有点危险。小梅好厉害呀，你看。果然比我们大几岁就是不一样。过来了。哇哦！哎呦，我不想走这个，怎么办？这个没有那个难。我走这边了。我不走那个男的。哦。我不走那个男的。你干嘛走那个？这个很精彩。我受不了！不要惹我笑，我在爬。这特别像他那个坐式马桶。我真有病哦！人家让你踩上去，你这屁股挪过去。使坏。为什么？我害怕！我的妈呀！你2个手抓着就好啊！天哪，我累了。热身结束啊，现在要挑战难度了。我们跟上小梅的节奏啊。好的。啊，我们到楼顶了。 5楼已经到达巅峰了。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适合观景的角落，在那边
哦，那边可以观景，对，很漂亮的。可以走过去敲铃铛。乐乐，你去吧。好，乐乐我来了，你先去冒险。我出发喽。这个最难的那关卡了。这个应该有点难，它这个很容易踩空啊，它这个。我试试哈。都晃的哎。哦，这个打滑。乐乐穿这个大头皮鞋，你是今天真的为什么要穿皮鞋？你是为了凹造型吗？我忘了要这么爬，我以为就是高呢。我以为这么高呢。我肯定不行。我真想要死了，这个好难踩啊！这个好难啊！完了，他要坯子了。你不要劈叉喽，乐乐。好累呀！不好站哎，站不稳。这个难度有点大，这要腿力、臂力都要。哎，为什么你们走的那么夸张，我走的很轻松啊？哇，人我真的不怕。你看我的呼吸都是匀的。他不着急，他一步一个脚印。那你别说话了，赶紧走吧。好，现在小妹应该还在思考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哎呦呦呦！非常的轻盈啊！厉害！我以为老费劲了，让你搞得我都不想过来。他应该平时也有走一些，他专门搞这些挑战极限的。他可能也搞攀岩。攀岩他先拔过，他什么都搞的，他不怕。我教我女儿不要搞这个。他只让他锻炼心态，他心里有数的。一生吉祥，二生如意，三生平安，四生发达，五六七八发。哎呦，好开心啊！好好玩啊！我歇一会儿，歇会儿吧。哇，这个夕阳好美啊！哇，这个时候落日好漂亮呀。对，还不错。好浪漫啊！我突然觉得，就是这次冒险不太成功，因为这种挑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叫冒险。对，因为我们人生其实经历的远比这个凶悍的多。10000倍吧。10000倍，你这也讲得出口。姐，那你觉得你人生做的最大的冒险是什么？我一直在做冒险，因为我妈妈是语文老师，我一生是循规蹈矩的。我一开始是学医，所以是很稳定的工作。然后我去参加广州的一个比赛，就类似选美啊，或者是那种选拔。哦，就选秀完了，我就去当主持人了。反正我妈是很不愿意我从医院这么稳定的工作，进入到所谓电视台去当主持人，因为我还不是编制的主持人，我是栏目有活儿就叫你，你就有钱的那种。她说这太不靠谱了，就是不太稳定，其实。对，后来我北漂，我妈又崩溃了，说你北漂了，你也不小了，24岁你还北漂。北漂完了又签约娱乐传媒公司，然后也没有固定工资，我妈又疯了。等到我好不容易，她每周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之后，我要开始做演员了。我妈说电视上看不到你啊，她说你拍一部戏1年之后才播，甚至不播，怎么办？然后但是他们对我只是表示担忧，但是不反对，我就觉得我妈真棒。我自己觉得冒险透了。就是一个小城市的小姑娘，然后一路，现在谁也没想到，哇，还成为艺人，做主持人就算了，还去抢演员的饭碗，还做得很成功。对，做的有模有样。这个所谓的成功也用了很长的时间。是，当然是我们看到的成功，其实姐私底下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对，私底下肯定还是经历了一些，我觉得艰难呀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肯定是有的。我记得以前那个猫人主持人大赛，我是看过的。看过我出道吗？
看不出来，当时你还拿了个就是戒指是吗？对我你看我都记得这一幕。做一个怎样的女人才是比较好的呢？其实很简单，别忘了你曾经给我画的这幅画。没错，这个就是我。还有，当时你是说我其实有男朋友拿这个戒指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你是你有感触，然后你哭了。是说男朋友吗？我只是想说我其实有感情稳定的男朋友。要么就是我们可以结婚或者怎么样，要么其实就是我还是想做我喜欢的事，他是全力支持我的。明白。所以就是等于，即使我们的情感已经到这么稳定的情况下，但是我自己的内心以及我当时男朋友都非常赞成我冒险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当时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很多人都记得这一幕，我记得。结果很尴尬，就是后来分了嘛，就很尴尬。对，所以现在男朋友去哪里了？他结婚了呀，因为我后来其实我北漂，他可能有点后悔让你冒险。不是，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比完赛我就要到北京开始实习期嘛。然后他就反正一直说说笑笑，一直说说笑笑，从深圳机场送我走。然后他突然在机场就是半开玩笑说了一句：“你该不会一去就不回来了吧？”其实他讲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难过，怎么会这样？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想过，我内心有想过一瞬间。其实他想过很多个瞬间，但是我们都没有点破。然后因为我就要进闸了，然后他就喊了一下，我就回头就说：“哎呀，怎么会嘛？”好，然后后来我在北京，我们当时有个3年之约，我说如果我在北京3年，我还是不能够达到还是不能养活自己，或者说我不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我的未来，我说就回来，我们就在一起。然后我到了第3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炙手可热的主持人，就是说你很好用，但是你并不是说多红或者所谓的几线，而且我也没挣到钱。我当时又快30了，那个时候也有年龄危机感，然后就觉得，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有危机感，很奇怪。是啊，而且他比我大一点，所以我就说我不想拖累你，因为已经到3年了。我说我虽然现在也没混出个什么样子，但我非常确定我并不想回去。然后我就跟他说，反正你可以开始不耽误你的结婚计划的话，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人。其实他还等了我2年。哎呦，等到第3年，他带了新的女朋友去见他妈妈，见他妈妈说不是柳岩呢，去哪儿了？然后他们说其实我们都分开2年了，就这样一些过程。明白。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确实会比较注重事业一点，我不觉得是错，因为我当下的感受就是那样，就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了工作，然后谈恋爱只是用了一小小的时间。当然就造成我现在事业还不错，感情一片空白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是我应得的。就是你在哪一方面付出的多，你得到的就会多哦。拜拜，拜拜拜拜，走了。